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是伊朗6候选人获得神权政治体制批准，参加周5总统选举，接替5月直升机失事身亡的总统莱西。其中，伊朗议会议长是知名度最高的候选人，还有一位鲜为人知的政治家和心脏外科医生也在竞选中。他是唯一一位改革派，而其他候选人则更倾向于毫无疑问的支持最高领袖哈梅内伊，并挑战西方的强硬派。接下来，亚洲股市周二上涨。此前，华尔街巨头英伟达的再次下滑令周一美国指数表现不一，即使大多数股票上涨，美国期货走高，而油价基本持平。下一条，日本央行正在暗示其7月的量化紧缩 QT 计划可能比市场预期更大，甚至可能伴随加息，因为它正逐步退出其规模仍然庞大的货币刺激措施。接下来，波音公司计划以每股约35美元的股票换购 Spirit AeroSystems Holdings Inc.， 估值约为每股35美元。波音此前提出全现金收购，但现已改为全股票收购，以缓解其资金压力。下面这条，英伟达股价连续下跌3天，蒸发4300亿美元。技术分析显示，在其 13% 的跌幅后，股价可能会在115美元附近触底，关键支撑位在100美元。然而，技术分析并非精确，长期趋势仍然强劲，高于50日和100日移动均线。让我们关注，苹果公司拒绝了 Meta 整合 AI 聊天机器人 Llama 的提议，原因是其隐私实践不够严格。相反，苹果选择了 ChatGPT 和 Gemini。Apple Intelligence 将于今年晚些时候推出，与 iPhone、iPad 和 Mac 的操作系统集成。下一条，维基解密联合创始人朱利安·阿桑奇与美国司法部达成认罪协议，现已获得自由。下一条，空中客车下调工业和财务目标，并因太空业务出现问题而计提9亿欧元的费用。此前，他因供应中断和商业风险而陷入困境。下一条，鉴于美国赤字预计将继续增长，德意志银行私人银行部认为，与国债相比，美国投资级信贷似乎是一个更好的选择。无论是拜登赢得选举，还是特朗普重新执政，美国政府支出都可能增加。鉴于财政背景，投资级信贷是明智之举。虽然短期国库券也合适，但投资级信贷相对于国债的利差有30至40个基点，可能是投资固定收益的不错方式。下一条，人工智能 AI 主导着2024年股市表现，科技股表现突出，推动标普500指数上涨 42%， 远高于大盘表现。科技股收入增长强劲，资产负债表稳健，支撑其估值。接下来这条，欧盟委员会指控微软非法捆绑 Teams 和 Office， 可能面临巨额反垄断罚款。该公司10年前曾因类似违规行为被罚款22亿欧元，最大罚款金额可能达全球年营业额的 10%。 接下来这条，周二美股期货整体持稳，人工智能芯片制造商英伟达试图谨慎反弹，此前连续3天下跌，投资者为本季度的结束调整其投资组合。下一条，特斯拉第4次召回新款 Cybertruck 皮卡，以解决可能松动的装饰件和可能失效的前挡风玻璃雨刷问题。让我们关注，美联储理事鲍曼重申，将政策利率维持一段时间可能足以控制通胀，但也表示如有需要，他仍愿意提高借贷成本。最后一条，铜期货投机推动价格上涨，但高价导致工业买家退缩，算法交易员的抛售加剧了下跌势头，铜价可能跌至每公吨9000美元。尽管供应紧张，但投机交易泛滥，可能会破坏铜价上涨势头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